马赫诺夫卡保卫战全歼俄军一营兵力，图160停飞，乌轰炸俄战略轰炸机储油点。美国向黎巴嫩提供1亿军援。近日，俄罗斯和朝鲜联军在乌克兰库尔斯克地区马赫诺夫卡村的争夺战中遭遇重大损失。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1月6号的讲话中透露，乌克兰军队与俄罗斯及朝鲜部队在马赫诺夫卡激烈交战，俄罗斯和朝鲜联军的伤亡高达1个营的兵力。泽连斯基引用乌克兰总司令谢尔盖·希尔斯基将军的报告称，在马赫诺夫卡村周围的战斗中，俄罗斯军队损失了1个步兵营，包括朝鲜士兵和俄罗斯伞兵在内。马赫诺夫卡位于库尔斯克地区东部，曾在去年8月乌克兰军队突破库尔斯克时成为激烈战斗的中心。社交媒体上流传的视频显示，俄罗斯和朝鲜部队在进入该村时遭遇乌克兰步兵、坦克和无人机的猛烈攻击。目前，多个分析员通过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战争视频，确认了泽连斯基提到的俄罗斯伤亡情况，而且该地的激烈战斗才仅仅持续了1天。事实上，马赫诺夫卡并非库尔斯克战线最激烈的部分，冲突频率相比于库尔斯克西侧的泽列尼什拉赫较低。然而，俄军却屡次在该地吃亏。例如，去年12月14号，朝鲜步兵在没有充分支援的情况下，跨越开阔的雪地3次进攻，并成功将仅有100名乌克兰士兵守卫的普列霍夫村攻占。但朝鲜部队在缺乏支援的情况下，成为乌克兰反击的目标。乌克兰无人机和火炮对其造成了重创。乌克兰记者安德烈·普查连科称，朝鲜部队的幸存率可能只有50%。然而，上周末俄罗斯对马赫诺夫卡的进攻似乎更加惨烈，但是未能取得成功。虽然马赫诺夫卡仍处在乌克兰和俄罗斯的灰色地带，但有迹象表明，乌克兰第61机械化旅、第36独立步兵营或者附属的地方旅，在俄罗斯和朝鲜部队遭遇重大伤亡的同时，成功向前推进了一段距离。俄罗斯和朝鲜部队的巨大伤亡开始对俄方反攻造成负面影响。乌克兰防御战略中心报告称，库尔斯克地区的战斗已达到最大强度，迫使俄罗斯在此地区的部队消耗了所有可用资源。该组织还表示，对于俄罗斯来说，这是一个极为不利的时刻。如果战斗在接下来的5到10天内加剧，俄罗斯的部队将需要迅速补充，因为其在反击战斗中已遭遇了严重损失，补充兵力只能通过其他战线调集部队来实现。与此同时，据俄罗斯独立报网站1月9号报道，乌克兰军队试图在库尔斯克州发动攻势，尽管暂未取得显著成功。专家认为，乌军有可能有更大规模的进攻计划，预计将在未来几天对俄罗斯腹地发起更为积极的攻击。战地记者观察到，乌克兰军队继续向苏贾边境地区调遣精锐部队，且该区域的乌克兰军集群部队已增加了600多名士兵。权威军事频道电报发布消息称，乌克兰在库尔斯克州投入的资源并不算太多，而且去年秋季接收的部分新装备、武器和弹药尚未在战斗中全面使用。报道还提到，乌军的精锐部队已在赫尔松州集结，同时在第聂伯彼得罗夫斯克州积极补充兵员。军事专家认为，乌军可能会在未来的进攻中袭击别尔格罗德或者布良斯克方向，后备力量已藏匿于某处，为更大规模的攻击做准备。此外，追踪欧洲军用物资运输的分析人士称，仅在23年11月30号到12月31号，波兰的热舒夫机场就执行了至少193架次为基辅提供支持的航班，其中包括运送美国商用卡车的航班94架次，运输军用卡车的航班12架次。美国还通过波兰的格但斯克港和格丁尼亚港向乌克兰运送了超过1000辆各类车辆，包括坦克、装甲车和装甲运兵车。军事专家退役中将涅特卡乔夫指出，约1000辆坦克和装甲车足够装备5到7个乌克兰机械化旅，如果配合其他作战装备和人员，这些物资能够组成至少2个完整的军队。库尔斯克战线的战斗仍在持续，俄罗斯和朝鲜联军的巨大损失使局势愈加复杂。随着战斗的激烈升级，俄罗斯在库尔斯克地区的反攻前景愈发不明，乌克兰的下一步行动充满了不确定性。1月8号，乌克兰对俄罗斯恩格尔斯空军基地附近的战略燃料设施发动了远程无人机攻击，
旨在削弱俄罗斯战略轰炸机的作战能力。该基地是俄罗斯22重型轰炸机机动航空师的驻地，包括有图 22M3 逆火、图 95MS 熊和图 160M。乌克兰武装力量总参谋部在社交媒体上确认，这次攻击摧毁了位于恩格尔斯空军基地附近的一处重要燃料储存设施。恩格尔斯空军基地位于俄罗斯库尔斯克以东300公里处，长期以来驻扎在此地的轰炸机曾多次对乌克兰城市发起远程攻击，发射多种巡航导弹。俄罗斯方面对这次攻击作出反应。萨拉托夫州州长罗曼·萨布尔金表示，恩格尔斯市已进入紧急状态，因燃料设施发生大规模火灾，火灾的持续蔓延使得损失的具体情况尚不明确。但这次打击很可能对轰炸机的燃料储备造成了极大影响。分析人士指出，乌克兰这次打击显然是针对俄罗斯轰炸机的作战能力，特别是对其起飞所需要燃料的保障。根据乌克兰国防媒体《国防快报》的报道，图 160M 黑捷克轰炸机需要特殊的高密度燃料 T8V， 而该燃料的供应相对有限。如果这次攻击摧毁了储存 T8V 燃料的设施，俄罗斯的图160轰炸机可能会完全停飞，或在行动上受到严重限制。此外，乌克兰武装力量总参谋部表示，这次攻击是其持续打击俄罗斯燃料供应的一部分，旨在降低俄罗斯的作战能力。该部门在社交媒体上写道，石油储备的打击为俄罗斯战略航空兵带来了严重的后勤问题，显著削弱了他们对乌克兰城市和民用目标的打击能力。乌克兰总统顾问亚历山大·卡米辛也对此打击表示赞赏，称乌克兰利用自主研发的远程武器进行攻击，展示了乌克兰国防技术的强大。又一个为俄罗斯军事机场服务的油库被我们的长程打击能力摧毁了。从2022年12月以来，恩格尔斯曾多次成为乌克兰无人机打击的目标，包括使用苏联制造的喷气式无人机改装为携带炸药的攻击型无人机。这些无人机包括图141、斯特里日和图143等。目前，乌克兰远程打击能力已经能够深入俄罗斯腹地，打击俄罗斯的战略设施和后勤支持。这次攻击发生的同时，美国防部长奥斯汀正在前往德国的拉姆施泰因参加第25次乌克兰防务联系小组会议。这个小组由约50个国家组成，致力于帮助乌克兰抵抗俄罗斯侵略。尽管美国未来对乌克兰的支持问题尚不明朗，乌克兰依靠自身的长程打击武器，像此次袭击恩格尔斯空军基地的武器，仍能持续对俄罗斯的重要军事目标造成干扰和破坏。在拜登政府临近任期的最后时光，美国决定将超过1亿美元的军事援助从以色列和埃及转移到黎巴嫩。根据美国国务院1月3号发给国会的通知，美国将从原本用于支持埃及的9500万美元和用于以色列的750万美元军事援助转移到黎巴嫩政府和其军队。这些资金将大部分用于支持黎巴嫩武装部队。美国国务院在通知中表示，停火协议的成功实施将需要增强的黎巴嫩武装部队，而这需要美国及其他伙伴国的强有力支撑。根据协议，真主党和以色列同意在1月底前撤出黎巴嫩南部的部队，并且由黎巴嫩军队和联合国维和人员监督执行这一进程。美国国务院还指出，对黎巴嫩武装部队的安全援助增强了该部队作为黎巴嫩唯一合法军事力量及领土完整捍卫者的能力，帮助防止其他极端组织的潜在破坏，确保黎巴嫩人民和美国人员的安全。美国务院表示，美国对黎巴嫩武装部队的支持加强了该部队对抗真主党的重要机构的作用。真主党从伊朗获得武器、训练和财政支持，并称黎巴嫩武装部队仍然是一个独立的机构，受到各方尊重。此外，美国国务院在1月3号向国会发出的另一份通知中指出，美国还将提供1500万美元支持黎巴嫩的内部安全部队，确保其成为国家的主要执法力量，并且协助黎巴嫩武装部队控制南部地区。这笔资金将主要用于重建警察局、改善无线电通信设施及采购车辆。在同一份通知中，美国还宣布将向巴勒斯坦权力机构警察提供306万美元，支持其在西岸的行动。另外，还将向约旦公共安全总局提供250万美元，以支持其应对公众示威的能力。本期视频到此结束，欢迎各位在评论区留言讨论。我是大兵，我们下期再见。